开始绘制这件裙子的制版图。不清楚基础型的朋友可以到我的主页查看。首先，在腰围线下18公分的位置绘制臀围线，然后以1/4臀围加1.5做出宽度。同样的方法在前片绘制。因为我们这个款式是一件凸显 S 型身材的款式，所以腰围处需要向内收进去2公分。在后中位置，腰围线处需要做一个省道，使后中部分更好的贴合人体背部。从肩胛省下方开始，一直绘制到裙摆。这个省道的宽度是0.8到1公分。因为我们这件裙子的款式前后都是一个省道，所以我们需要计算一下这个省道的宽度。我们的制图基础是1/4胸围加松量，我们把它记作为 B 撇。腰围同样加入一定的松量，比如你的腰围是70公分，再加4公分的松量，然后除以4，把它记作 W 撇。然后我们以制图的1/4胸围减去1/4腰围，得到的差值就是我们腰部省道总宽度，再减去我们刚刚绘制的省道宽度，最终就得到我们即将绘制单一省道的宽度。省道中心线位于肩胛省的正下方。当前的制图尺寸，我计算后得到这个省道的宽度为3.8公分。这个省的省尖位于基础型第1个省尖和第2个省尖的中间位置。然后我们将这个省道延长至臀围线上4公分的位置。然后用流畅的曲线画出侧缝。我们将后片分割为左和右，分界线分别是肩胛省和刚才绘制的腰省的边。用流畅的曲线将肩胛省的边和腰省的边连接在一起。这样就同时消除了肩胛省和腰省。这一部分为后片的左侧。
这一部分为后片的右侧。我们从后颈点往下画出裙子的长度。这个款式我将它制作为110公分。在侧分处加3到4公分作为侧分的摆量，然后在省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同样加入3到4公分的摆量。现在红褐色铅笔画出的部分是裙子的其中一片。注意，这种需要多片拼合的裙子，它的拼合处都是直角。蓝色铅笔绘制的是另外一片。后片一共分为4片。像这种多片拼合的裙子，在下摆部分是有重叠的，所以需要每一片单独腾印。这里应该沿着省道向下绘制，刚才的那条直线是错误的。前片单一省道我计算后是2.8，在分割后，前片的右侧直接把胸省合并。注意分割线的位置，前片和后片的尺寸应该是一致的。前片需要对称裁剪，包括下摆靠近前中的部分也需要对称裁剪。后中从后颈点一直到同为线下1到2公分的位置安装隐形拉链。我们开始绘制一个蝙蝠袖。从肩点水平绘制出袖长，我这里的袖长是22公分。然后在腋下找一个关键点，当然这个点你可以自己去设计。然后从袖长出发，经过这个点绘制出蝙蝠袖的形状。画出蝙蝠袖的尖缝。以同样的方法，在后片的位置绘制蝙蝠袖。
你想像我一样，蝙蝠袖是一个整体的，那么将前后片的蝙蝠袖誊印，并且沿着尖缝的位置将它们拼合。拼合的时候，以袖口为对齐点，然后内侧将会有部分重叠。我们将这部分重叠的长度分别添加到前片和后片的末端，以保证它们的缝合长度是足够的。画顺所有的线条，在尖缝处打刀口。这就是所有的彩片了，其中以乘号加数字表示这个彩片的数量。前片靠近前中的都需要对称裁剪。缝合3号裙片，从下端一直缝合到上拉链的位置。然后接着将4号、8号、7号缝合在一起，最终你会得到一个半身裙。合并衣片上胸绳。当然，如果你完全按照我之前的制图方法和分割线的位置，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的。因为当分割线经过 BP 点的时候，这个胸绳是可以在裁片阶段直接合并掉的。分享一个熨烫省道的技巧，你可能是直接压倒熨烫的，但是我建议先将省道在反面压倒一侧，一定要熨烫到省尖的位置。有可能你和我一样没有一个球形的熨烫工具，这个时候可以先在正面用电熨斗平烫前半部分，在接近省尖的位置时，用手轻轻撑起面料，然后用熨斗的尖部轻轻熨烫，同样可以熨烫出接近于球状的形态。然后将前中和后中的裁片对其尖缝缝合，然后靠近袖偶的前片和后片同样缝合肩线。接着逐层缝合前中、袖子以及上一部的袖偶部分。
最后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缝合在一起。注意在缝合的时候，每一道分割线都应该对齐，然后上拉链，门口包边完成。